本来呢，我是想把辟谷与断食之间的区别和阴阳五行放在一个视频里的，但是内容实在太长，还是分几个小视频做比较合适。我在中国成长的20几年里呢，我没有听说过断食这个词，辟谷我是有听说过的。有一个网友给我留言，他的意思是应该念辟谷，不是辟谷。我记得在中国的时候也听到大部分人发音是辟谷，但是现在的全拼电脑打字呢，它拼音显示的是辟谷，所以我还是按辟谷来发音。关键是断食这个词呢，应该不是我们中国传统道家文化里面的文字，它应该是从近代西方引进的一个外来词。我在中国成长期间呢，确实没有听说过断食这个词。那么你们看到我做字幕会把辟谷翻译成 Taoist fasting， 就是想把中国传统道家的辟谷和西方的断食 fasting 区分开来，因为这两种实践实际上相差是蛮大的。包括我之前提到的我工作的那个疗愈中心，其实他们的实践呢，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断食疗愈中心。辟谷呢，是我个人的一种追求，因为真正道家的辟谷，它是有一个练气修神的过程。在西方的断食实践当中呢，他们是很生硬的，就直接断除了这个肉体肉身所需要的物质饮食。但是我们人类其实在其他的纬度空间还有不同的灵体，那么这些能量体呢，在断食过程当中呢，其实并没有得到一个气的供应或者prana 的滋润。而西方的断食 fasting 呢，它就有一点像快餐文化，我就不吃了。所以我判断断食应该是近代从西方英语 fasting 翻译过来的一个外来词。值得留意的是，英文当中的早餐呢叫 breakfast， break 是终止的意思， fast 就是断食的意思。那么 breakfast 它就有一种终止断食，也就是我要开始复食的意思。这个很好玩，对吧？也就是在英文的造字文化当中，他们造了这个 breakfast， 就暗示了晚上其实是不可以吃东西的，和我们中国佛家的过午不食呢，就有异曲同工的作用。在英文当中呢，还有一个单词叫 Breatharianism， 它就有一个服气食气的意思。那么这个呢，和我们道家文化的辟谷就更加接近了。那么法语当中表示断食的单词呢是 jeûne， 而法语当中表示年轻的单词是 jeune。 这两个单词呢，只有一个音标的差别，发音非常接近。如果是我发音呢，那么法国人听起来是差不多的。这就说明西方欧洲人的文化当中啊，他们的祖先也知道断食呢是可以让人越来越年轻，甚至是青春常驻的。而且呢，他们也知道晚上呢是不适合吃东西的。但是不论是英语的 fasting 还是法语的 jeûne 呢，都没有中文的辟谷所表达的那层灵修上面的含义。那么我个人的拙见呢，中文辟谷这个词所要表达的境界含义，要比断食来得更加高，更加深远。那么现在断食呢，变成了一种养生的流行方式，而我个人认为，我们不应该把它作为一种流行来追求，而应该溯源，它的源头就是中国道家的辟谷。在西方的断食疗愈过程当中呢，他们是没有阴阳这个概念的。阴阳这两个词呢，是我们中国文化出口到西方，西方人从中国引进的外来词，因为他们的文化当中没有阴阳的概念。那么现在东西方交流相当频繁，在我们引进西方现代科学、医学等等一些先进的科技知识的同时呢，其实不应该忽略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精髓。那么当我翻译辟谷这个词呢，我会把它翻成 Taoist fasting， 就是想把辟谷和西方的断食 fasting 区分开来。
那么这里我要和诸位坦诚的说明，我在中国成长期间呢，只有略微的接触过佛家佛学，但是没有接触过道家。但是后来在西方呢，我和印度的瑜伽系统呢有比较深入的接触。那就我本人对印度瑜伽系统的了解呢，感觉和中国道家的上中下丹田的冲关的修行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么在我自己举行的一些辟谷闭关当中呢，我是用瑜伽的修行方式来进行一些初级的调气养神，来弥补辟谷在灵修层面的不足。初级的道家辟谷者呢，他也是需要服用一些丹药来进行气血补充的。真实的辟谷作为灵修修行的方法呢，它应该是一个逐步的断除我们的五根和六蕴的接触，也就是眼、耳、鼻、舌、口这些感觉器官和外面世界，特别是这个低纬度的这个物质世界的能量沟通。因为像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呢，其实这些感觉器官呢，都是我们人体和这个三维空间的一个能量交换的通道口。那么辟谷作为一个修行的方法呢，在一定的阶段呢，它是要断除这些通道口和低纬度的能量交换。但是呢，在更高的一个层面，譬如第六感、第七感、第八感，那么在高纬度的空间，它要打开人的其他能量体的 receptor。但是就是一个简单的断食呢，也可以达到净化这个物质身体的作用，也是有帮助的。那么这里呢，讲一个小故事啊，在印度克里亚瑜伽系统当中呢，他们认为中国的老子呢是一个印度人。因为在他们的瑜伽传承里呢，有18大悉地。悉地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瑜伽大成就者，具有大能量的修行成就者。那么在佛家的一些咒语里呢，譬如大悲咒里面呢，我们就会听到悉地这个词。那么在他们的传承里面呢，就有18大悉地，就是18个传承的祖师，其中有一个呢叫波伽南达。那么在中国的文化历史记录里面呢，老子出生的时间和去世的时间呢都比较模糊，但是老子他有一个名字叫伯阳。这些印度瑜伽传承里面的人就认为呢，伯阳这个名字其实就是他们的祖师波伽南达这个名字的中文版。那么这些印度瑜伽传承的人呢，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他们的祖师波伽南达呢到中国来弘法，但是波伽南达呢觉得自己这个印度人的身体在中国弘法呢十分不方便。有一天呢，他就凑巧看到了一个中国老人刚刚死去的一具尸体，尸体还比较新鲜，还可以用。这个时候呢，他就灵机一动，他就放弃了自己的肉身。据说他把自己的肉体呢保存在一个别人不知道的地方，然后呢转移了自己的灵体到了这个中国死去的老人新鲜的尸体上面。那么这种做法呢，既不是借尸还魂，也不是附体。借尸还魂和附体呢，特别是附体，它在灵界呢是有违灵界的一些法律，属于一种违规操作。特别是附体这个肉身的主人呢，他还没有离开自己的肉体，可是灵界的一些众生呢，他不管，他就霸占了你的这个肉体，通过别人的这个肉身来享受五蕴六尘中的各种东西。那么在西方医学当中有精神分裂症，就是一个人呢会表现出多种的人格个性，这其实就是一种附体现象，只不过呢是很多个灵霸占了一个肉体。那么这是一种违规操作。但是像波伽南达这种呢，它就好比呢我家里用过的一样东西，现在对我没用了，我把它扔在马路上，别人捡去用了，它顶多就是个废品回收再利用。那么这个中国死去的老人的这个新鲜的尸体呢，虽然是尸体，但是因为波伽南达他有瑜伽修行的道行呢，他把这个尸体修补呢，他自己住在里面呢还可以用。
那么像布甘南达这种情况呢，这个死去的中国老人呢，他的肉体的主人和这个肉体呢已经解除了主佣的关系，肉体的主人的灵魂呢已经去了别的地方。那么布甘南达呢后来就借着这个中国老人的身体，以老子的形象和身份呢，在中国形成了道家的文化和传承。而且在80年代初期，有一个印度瑜伽士叫 Raman， 他呢就带着自己的一众弟子来到中国寻找老子的足迹。一方面呢，他要看看这个老子在中国到底留下了什么法脉；另一方面呢，他要证明，这个老子就是他们印度的祖师布甘南达。但是80年代初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啊，他们那一行人呢又是吃素的，据说他们当时所下榻的饭店呢，里面的菜谱呢都是带有荤腥的。如果他们坚持吃纯素呢，那就只有吃大米饭、喝茶水了。那么告诉我这个故事的呢，就是当时和这个瑜伽士 Raman 一起来中国的一个美国弟子，现在他年纪已经很大了。他还给我看了一些当时在中国的照片，那么从照片上看呢，当时他们这一行人的装束啊，对于80年代初期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属于很异类、很另类的了。所以他们碰到一些障碍呢，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以我一个渔夫之见呢，最后没有办法证明老子是中国人呢，也谈不上什么遗憾。但是好不容易来了一次中国，却只能吃大米饭呢，这很亏呀。如果当时语言沟通没有问题的话，他们说不定就能吃得上正宗的玉佛寺纯素火锅啊。那么一些非常正统的保守的道家的道士呢，听到我说老子是印度人可能就要给我扔鸡蛋了吧。心心慈悲，看在我是吃素的份上，就随便扔点番茄啊、土豆啊，就可以了，多谢多谢。事实上老子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呢，根本也不重要。我们要求的是道，也不是老子这个人；我们要证的也是道，不是老子的国籍呀。这个故事只能告诉我们，所有的宗教门派，所有的修行法门，他们的源头都是一样的。如果各个修行法门的弟子都要像争夺武林门主那样，还要为他们各自的教主在这个世界上的名分呢争来夺去，实在是离修行真正的目的呢相去甚远。对不起我扯了108000里远，主要是想说明印度瑜伽和中国道家的修行呢是很相似的。但是我很愿意接受道家修行的前辈给我更多的屁股方面的指导指点，因为在西方，就比方我工作的断食疗愈中心，那些一般的普通的西方的自然疗法师呢，他们没有中医的阴阳五行的概念，也没有对能量运化这方面的理解力和洞察力。另一方面呢，也是疗愈中心它固有的一个管理模式，不允许他对每一个来疗养的客人呢，根据他们的体质进行个性化的管理，那么就造成了他对所有来疗愈的客人呢，进行统一的清水断食。那么就我观察呢，就是这种单纯的用清水断食的方法呢，对70%的人呢，都有不错的排毒的净化身体的作用。毕竟人体70%到80%呢都是水分组成的嘛。那么还有一些人呢，由于他本身的气血很虚，或者天生的五行不平衡，或者后天的一些因素造成了他五行的不平衡，那么这些人呢，你给他单纯的用清水屁股呢是不合适的，会造成他气血更加的虚，或者五行更加不平衡。那么在我工作的疗愈中心呢，他们还算是好的，只是因为管理的模式呢没有办法做得更好。那么据我所知呢，还有一些个别的疗愈中心，他们会为了经济利益呢，故意的让客人去消费一些本来不应该消费的东西。我就碰到过一个客人，那么这个客人呢，本身他对健康的理解，或者他对人事物的一些判断能力呢，就有一定的局限，所以呢，他
他在一个疗愈中心呢，这个疗愈中心的老板呢，本身也是我们当地小有名气的一个 therapist， 就是治疗师，一个医师。如果不是听到这个客人跟我讲的这个事情呢，我还没有办法相信，原来这个仪表堂堂的医师会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就是这个医师呢，让这位病人在他们的疗愈中心将近2个星期里面，天天接受一种仪器的灌肠。那么这个灌肠呢，不是我们家庭使用装一个袋子的那种咖啡灌肠，是一种仪器灌肠。这种灌肠呢，是很泄病人气的。那么我是怎样也想不出来，是什么样的病症病理需要让一个病人呢，在10几天里面天天接受这样的灌肠。后来呢，还是这个灌肠师跟这位病人说，其实你根本不需要这样的灌肠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老板让你天天做这种灌肠，可能就是为了赚你的钱吧。那么这个时候，这位病人才恍然大悟，自己被人家忽悠了。那么如果你自己是一个对中医的阴阳五行有一个基础的理解，有一个正确的思维方式的人呢，那么你自己就可以判断得出来，哪些医师呢，可能因为他自身的局限性或者经验知识的缺乏，会对你带来误导。那么哪些医生呢，他根本就是利益熏心，就是为了赚你的钱。所以关键呢，是要自己去学习那些符合自然天道宇宙普遍法则的那些已经经过历史时间和空间考验的传统医术，比如传统中医或者印度的阿育吠陀。这些传统医术当中呢，都有一种符合天律的古代智慧，他们传授了符合天律的能量运行规律的真知。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掌握这些和大道共振的能量医学中的基础，自己把握自己的健康，而不是把自己的健康托付给那些一知半解，甚至纯粹就是为了赚你钱的庸医，到头来让人家掏空了自己的钱包，赔上了自己的元气，还要跟人家说声谢谢。那么对于说中文的华人朋友来讲，从中医的阴阳五行开始学习，是一个直接简单的了解经典医学的切入口。 Body-life balance. The naturopathy truly holistic.